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痛不欲生、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在你的尊位之上，享受你的安富荣华。桃儿，我有愧于你，我更加有愧于你的母亲。权力，它就是一个陷阱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父亲心中这块伤疤，就像寒冰一样危急，每日里，每时每刻，就像刀割一样，痛彻心扉。亲情，亲情在这人世间是何等的弥足珍贵，可我却抛弃了它。我一头扎进权力的这个深渊里，我不能自拔。全都是废话。你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不惜让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女人成为权力的牺牲品，让她为了你的背信弃义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谈虚情假意的救赎？为父确实曾想过救赎，只是为父的救赎无济于事。这些年来，我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想弥补当初犯下的错误，可是这个错误越犯越大，大到我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我只能向你隐瞒实情。桃儿，你可曾记得当日我送你走的时候，我把你抱在怀里，久久不肯放手，因为我害怕，我怕这一放手，就是一辈子。这是你娘怀你的时候给你做的小鞋，这也是我唯一一件可以睹物思人的物件了。咱们这个家，我已经失去了你的母亲。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
为父真不知，此生再以何种颜面来见你。那便不见。我听说了你和爹的事，便赶了过来。姐姐是来责怪我的吗？看在姐姐的份上，原谅爹吧。姐姐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头儿，其实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弟弟看待，虽然不是同一个生母，但是我们从小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，还有同一个父亲啊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很羡慕你，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他们会那样对我。我那么努力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像待你一样待我。可是呢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头儿，你没有做任何错事，只是娘的有些想法，可能你不明白，但是我明白。其实她从来没有责怪过你，她真正责怪的人是爹。爹爹他伤害的不仅仅是你娘一个人，况且过了这么多年，娘已经原谅他了，也愿意接受你了。我无法原谅一个背信弃义的人。头儿，你要姐姐怎么做，你才肯回到这个家？姐姐，我只想一个人生活。我知道这个家对你不公平，我不会逼你做出选择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爹永远是在保护你的。少公主，练功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！琉璃不在，你生病就没人帮你治病了。少公主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！
哦，我里面准备了很多粮食，还有肉，你一定要按时吃饭，别太累了。要是练不好就别练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少公主，我向你保证，在你闭关期间，一定会把崇火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少公主。待你出关之时，便是崇火宫堂堂正正的公主。还有，望叶公主在天之灵，可以保你平安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少公主，食物帮你准备好了。少公主，被子、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小心！前辈，您之前伤得非常严重，还是不要下床的好。我给您带了些吃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身为武林正道，遇到受伤的人，自应该出手相救。没那么简单吧？哎呀，像夏少侠这样自诩武林正道的人，贫僧见得多了。夏少侠，你是聪明人，不妨有话直说，这样大家都省心。前辈，我想让您教我连神九式。哎呀，果然是为了连神九式啊！想不到灵剑山庄的夏青梅也跟其他人一样，觊觎崇火宫的邪功。邪功？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来练了。若是心术不正之人，练什么都是邪功。我来修炼，是因为我只想增强自己的武功，与那些阴险小人大有不同。人人都知道，连神九式乃是绝世神功。如果我来修炼，再加上我们灵剑山庄的名声，那将必定是天下第一。是啊，既然是绝世武功，哪个习武之人不想得到它呢？哎，也罢，我现在的身体已经是半个废人了，即便是痊愈，也很难再习武了。不如就将连神九式传授于你，你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识一下，这武林中人人争抢的神功，到底是何种威力。
多谢前辈。这批兵器的杀伤力比以往更强，我特意设计了血槽，在击刺敌军的时候，他们的伤口会流血不止。很好。自从兵器谱大会之后，江湖各大门派不再向我们采购兵器。可是为了应付外乱，这朝廷的军需整整翻了1倍。这批军械务必按时交工，才能维持重火宫明年的全部开销。放心吧，大护法。辛苦。 手伸直，马步扎稳，继续。我以为公子知道身世后，会留在国师府。既然已经知道那里不是我的家，我为何还要回去？父亲把我送走，就是不想让我跟我。跟上官夫人相处，我何苦让她为难呢？看来公子知道自己身世后，反而更迷茫了。 公子，要不无命陪你去仙山鹰洲听听琴曲，放松一下。是你自己想去吧？我是一心为公子着想，我怕你一个人会烦心，觉着憋闷。那你敢说你上官头对我重雪之从始至终没有过半点动心吗？只要你说是的话，那我就会放下过去。 我不会纠缠你的。是啊，确实憋闷。我原以为听曲喝酒能解世间愁苦，却发现酒不能让人更清醒，但却可以让人一时忘记痛苦；曲不能让人更快乐，但却可以假装粉饰太平。 可说到底，终究不过是一时逃避而已。既然公子想得如此清楚，看来这仙山鹰洲是没必要去了，还不如咱们这月上谷，空气芬芳，鸟语花香，更适合我家公子思考。咱们这月上谷别的没有。 酒可有的是，来，尝尝我亲手酿的青梅酒。梅香飘逸，酒香清纯呐。白天，我刚说过，喝酒只是为了一时逃避，现在却又，真是可笑。小偷，你认为喝酒是逃避吗？人人都说，咱们月上谷是世外桃源，
争着抢着要来，那可不都是逃避吗？可我现在除了逃避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小偷，你以后会明白，逃避并没有用。要知道，你是国师的儿子，想像我一样过闲云野鹤的生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前辈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我父亲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原谅，因为你和你父亲一样，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。可他为何要把我送到灵剑山庄？为何又要对我避而不见？如果你有这么多疑问的话，应该跑去跟他当面问清楚。要知道，恨和埋怨只会换来折磨，无法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你要记住，父为子纲。想要了解自己，先要了解你爹，无论他是好还是坏。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喝，自己好好想清楚吧。这是你娘怀你的时候给你做的小鞋，这也是我唯一一件可以睹物思人的物件了。咱们这个家，我已经失去了你的母亲。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涛儿，你可知道这完颜是何意啊？透儿知道，完颜是为美玉。楚辞远游中说：“昔非权之微叶兮，怀完颜之华英。”用完颜比喻君子之德行。
挑战我的资格都没有。丽丽，你说，我和车曲我俩谁进步大？我看啊，车曲的功力进步比较大。哼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人家车曲还没用全力就和你打成了平手。我不信，你起来，我们再比过。不比了，不比了。哎呀，你也打不起来！过我。好了好了，明天再比吧。大护法还叫我们去督造兵器呢。他呀，也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，常常愁眉苦脸的。自从少公主入关，大护法就不曾笑过。是啊，少公主都快闭关1年了，也不知道她在里面过得好不好。这儿快1年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做到了答应你的事，重火宫上下无恙。可惜我此时此刻无法帮你，但是你一定不能辜负自己。希望你出关之日，能让我为你感到骄傲。誓言方丈此次召我们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这还用说吗？这次疫病蔓延，这找我们过来肯定是商讨对策呀。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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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您救救他吧！这你找我也没有用啊！这寒热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啊！各位，此次疫病蔓延迅速，
不只是普通百姓，武林弟子亦有不少染病，寻常大夫已经无计可施。今日请各位来，就是想群策群力，看看有什么良策可以应对。确如方丈所言，这次寒热病来势凶猛，且症状诡异。既然这寒热病的源头在安平县，与我其他人等何干呢？对呀，就是与我们何干呢？我青沙帮偏安于南方，与安平县天各一方。就算是有再多人感染，我相信也不会传到我青沙帮吧。就是，崇火宫山脚下的县城闹瘟疫，与我们何干啊？是与我们何干呢？对。 20日前，寒热病还仅仅出现在安平县，可是现在安平县周围的3个县城、7座村庄都出现了寒热病。听说这疫病的扩散是和病人的流动有关。寒热病传染的十分迅速，一得病，全家人都会传染。传染之后，时而发热，时而发冷，随后就会卧床不起。很多百姓现在别说治病了，就连生计都成了困难。 大护法，那这安平县就在我们山脚下，要不咱们和弟子们说，近期就别去了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帮咱们运输物资的脚夫，大多来自安平县，对吧？嗯，要不，咱们找一些青壮年，让他们在山脚下住一阵儿。要是没事的话，再让他们运送这些军械呢？不妥。 安平县大多数青壮年都为我崇火宫出过力。眼下这疫情肆虐，许多人家都丧失了劳动力，这时候应该咱们帮他们忙。这样，你们俩赶紧去准备一些干粮还有衣物，越多越好，分发给他们。是。哦，大护法，那这些军械，我另想办法。好。 疫情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呀？安平县。安平县又是谁的地盘啊？是崇火宫的地盘。这就是崇火宫作恶多端，惹得天怒人怨。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。封掌门，安平县上大都是些普通百姓，他们得了恶疾，已十分不幸。 封掌门说出这样的风凉话，为师有失身份了吧？而且安平县虽是危重疫区，但也非唯一疫区。我派山下附近的一些村落也有不少人感染。掌门，掌门，华山弟子也有人感染了寒热病。什么？何时的事？差不多4日有余。 华山有事，恕在下不能多陪。告辞。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就是啊，这华山离崇火宫有多远呢？看来此次疫情蔓延，比我们之前设想的还要严重。石岩方丈，我上卿虽善炼丹药，却多用于修身养性之用。对于这次来势汹汹的恶疾， 实在是无从下手啊！的确，现在寒热病来势过猛，可能已远非我们可以左右。那方丈的意思是，要控制如此大规模的疫情，只有朝廷出手才是啊！我要修书一封给国师大人，希望他能够 出手相助。谢谢。朱砂，这里是全部物资吗？仓库还有一些，大概3趟能运完吧。可是安平县百姓那么多人，就算运10趟也不够啊。但这是我们崇火宫全部的储备了。
谢谢。朱砂，那个人怎么带着刀啊？都有啊，不要急。好像是山贼。山贼来抢劫物资了，在哪儿？在广场。走。莫言哥，一年不见，受苦了。公主，没想到你的武功进展如此神速。是啊，闭关1年，公主收获如何？我虽然练成莲意，但只是练到第5式。闭关期间，我已经用尽了全力。如果我还想要突破的话，唯有继续修行了。是啊，公主，这习武是细水长流之事，可不能操之过急呀。谢长老提点。公主，5式就有这样的威力，那要是9式，岂不是威力无边？好期待公主施展第9式啊！我倒是希望公主永远不施展第9式。宇文长老的意思是，希望公主能够保存实力，以免引起江湖其他门派的非议。对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抢我们崇火宫的物资啊？公主，你一直在闭关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近2月以来，安平县一带发生了寒热病的疫情，殃及了很多百姓。大护法让我们把物资拿去送给他们，估计是山贼知道了，便来抢我们这些物资。看来这寒热病是罪魁祸首，不容小觑啊。没错，现在疫情每日都在加剧，很多地方都变成了荒村，山野间分种遍地。我们崇火宫和周围的百姓一衣带水，这次疫情的爆发，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，否则崇火宫也会被疫病所占据。琉璃，你懂得医术，你可愿意随我一起去寻找医治寒热病的办法？我愿意。公主，还有我们。公主刚刚出关，为何不以宫中事务为重？啊，其实啊，这周围百姓的事也是我们崇火宫的事。公主为百姓分忧，也是为崇火宫分忧啊。尉迟长老说的是，仁者就应当心怀天下才是。宇文长老也不必太过担心，眼下崇火宫就只有运输兵器1件要紧事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公主，我跟车渠先去送一批兵器，之后便去与你们会合。好。陆端寺誓言方丈来信，说近日北方各地寒热病肆虐，希望朝廷出手控制。不是，下官这次去北方视察，看到乡间百里，许多户人家都因感染疫病而绝户，着实可怕呀。可现在正值祭天大典，我又是这祭天大典的主事，时时分身乏术啊。不如就让孩儿替父亲分忧吧。